我捡了根歪脖子树，做了一个这样的书架。在山里看到一根奇特的树杈，就把它捡回来一顿操作，把树皮扒掉，不然容易生虫子，也会到处掉渣。表面的风化层打磨掉，有疙瘩的地方也修一下形状，再打磨光滑。找了个老旧的门板来当底座，这个门板缺了个角，我们给它修剪一下，做出很随意的缺口。测量出层板的位置，再给它开出放层板的口子，这里只能切一半，不然口子这里容易断。我一共设计了4层。这里我们切4块书架的层板，用细砂盘打磨光滑。木板上也开一半的口子，竖一半，层板一半，这样都不容易断。先把板子放上去试试尺寸，下面这个有点歪，上面的口有点大，回头用木头给它加塞。准备给架子上油漆，调个自己喜欢的颜色，就是这种板栗色。干活干饿了，先去吃饭，再来接着做。我妈帮我照顾孩子也很辛苦，房子里面装了空调，我妈也不舍得开，说是空调风一直对着人吹，吹得头痛不舒服，而且还费电。考虑到这2点，我特意选了这台杨迪种草的海尔麦浪舒适风空调，主要看重它的4风口分区出风设计和 WiFi 人感科技，130度宽裕环抱送风，左右分区贴壁吹风，能让家里的每个角落都覆盖凉意。如果人离空调近些，它会自动调整为60度微风区柔和送风，正面不止吹人，最智能的是能实时感知人的位置，靠近不同距离，空调会自我判断调整不同的出风角度。如果是8米内半个小时没人，就会进入节能模式，超过1个小时自动关机，搭配上 APF 4.75的超1级能效，我妈也不用担心电费问题。而且空调自带 AI 自清洁，只要在 APP 上一按，空调就可以完成自动清洁，一直都是干净清新的风。吃饱了，我们继续做书架。这里我们把做好的都喷上油漆，喷漆就随意一点，不需要板板正正。上当了，这个油漆是真臭，熏得我脑壳痛。这个树杈子一上色就有感觉了。书架就是放这个书房，这墙面都掉皮了，先把墙面修一修，不然书架放在这里就太难看了。先把坑补起来。凝过后用砂纸打磨平整。准备给书房重新上个色。乳胶漆刷好了，轻盈活泼的感觉，整个房间瞬间有了活力。书架的油漆干了，我们开始组装起来。这歪脖子树还挺重的，树枝这里我们用螺栓固定它，再把层板装上去。这里我们再装个灯。把我们的物件都摆放上去，